陛下，国库空虚，老臣就算把裤衩子当了，也拿不出银子了。乖宝不哭不哭，喝奶奶。大郎，不，姐姐，起来喝安胎药了。喝了这碗十全大补汤，保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。宋贵人，你疯了吗？本宫连陛下的面都没见过，哪来的胎？你莫不是想毒死本宫？系统逼我的，别逼我亲自管你。大家都是打工人，配合一下。堂堂一国之君，混吃等死杀人如麻的暴君，还要去给其他为什么天天在幻境里给熊孩子换尿布？此等纯粹的帝王子气，必是我命定的千古一帝。好温柔的气场，一定是个温柔贤惠、适合3年抱俩的完美宿主。检测到目标，顶级帝王系统开始绑定，绑定成功。我们的目标是3年抱俩，10年生一个足球队哦。我们的目标是千古一帝。千古一帝？什么恶心的妖邪之物，竟敢在朕的脑子里夹着嗓子说话！我一个冷宫弃妃，不对，这人怎么是个冷宫弃妃？毫无王法之气。怎么是个男的？杀戮值还爆表，这是个活阎王啊！完蛋，我们绑错人了！快溜快溜！系统已焊死，车门已锁，解绑失败，请完成全部任务，否则抹杀。愚蠢的凡人，不要试图质疑本系统的眼光。既然选中了你，哪怕你是一条只会吃草的咸鱼，本系统也能把你翻个面，推上皇座。不要不要，皇座太硬，硌屁股。我只想在冷宫混吃等死。你快走吧。哇哦，亲亲，宿主虽然看起来超凶的，但这种活阎王爆改温柔奶大的反差萌才是最棒的呢。宝宝们一定会超爱你的，让我们开启快乐的造娃之旅吧！耶！闭嘴！给朕滚出去！朕不需要什么狗屁系统。抗议无效，车门已锁。新手大礼包已新手任务已送达，请查收。新手任务发布，请宿主谢灵在今夜召醒弃妃宋之威。让朕去睡一个冷宫里挖野菜的废妃，荒谬！朕就算死，也绝不受这等奇耻大辱。新手任务发布，请宿主宋之月在3日内获得帝王信任。让我去骗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龙药，你们还不如现在就给我发个骨灰盒！我不干了，毁灭吧！失败惩罚，体质衰弱，原地去世。失败惩罚，扣除50年生命力，当场狂喷鲜血哦，亲！不是人，还真会死啊！朕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朕就是死在外头，从太和殿跳下去，也绝不碰那冷宫废妃一根头发丝。陛下，陛下呀！陛下驾崩了！脉象大乱，陛下的生机就像那决堤的洪水，正在飞速流逝啊！警告警告！生命之正在疯狂漏水，请立刻马上麻溜的去执行召请任务，不然真的会死翘翘哦！扶朕起来，传旨摆驾冷宫，朕还能抢救一下。圣旨到，陛下即刻摆驾冷宫，传宋之威接驾侍寝。侍寝？那个传闻中一言不合就砍人脑袋的活魔王要亲自来，这哪是侍寝，这是要上门拿我去祭呀！我死了，勿扰。
了？死了正好，省得朕动手。严重警告！前方高能，若半个时辰内无法完成召亲任务，宿主将当场暴毙，连回都不剩！狗东西，你敢威胁朕？朕没有睡死人的癖好。亲亲，系统检测到任务对象生命体征极其平稳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，否则真的还会吐血哦。你再给朕装死，朕现在就把你送去给太和殿的石狮子配阴魂。给朕睁开眼！陛下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侍妾，陛下不可啊！臣妾在冷宫3年没洗澡了，身上不仅有跳蚤，都腌入味了。寻到陛下就是死罪。你以为朕想碰你？若不是，小多，到底怎么才算宠幸成功？要做到哪一步？亲亲，判定标准很科学的哦，只要双方心率超过120，体温显著上升，并且持续剧烈运动半个时辰以上，进度条拉满就算达标呢。剧烈运动，那岂不是可以练功？给朕扎马步，打拳，快！这暴君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冷宫来练功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！不许停！继续给朕动！当年教引嬷嬷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，体力如此之差，简直是个废物。我刚进宫就被连坐打入冷宫了，吃草吃了3年，规矩早800年忘光了，这暴君还好意思说？算了，为了小命，我忍。陛下武威，陛下龙体康健，这套拳法简直是天下无双。臣妾对陛下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这女人虽然蠢笨，倒还有点眼力劲。丁，检测到帝王对您的敌意下降，恭喜宿主获得帝王初步信任，新手任务已完成。啊，就这杀人如麻的暴君原来这么好哄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终于不用死了。看朕干嘛？万一以后这破系统还要发什么要命的任务，把它一直丢在冷宫，朕还得天天晚上往这儿跑，实在是不方便。哼，看在你今晚侍寝有功的份上，朕大发慈悲，赏你搬出冷宫，敬畏贵人。什么？那个被打入冷宫吃草的贱人，居然还能翻身，不仅成了宠，还直接进了贵人，爬到了本小主的头上。他是不是给陛下下了蛊？小主息怒，这宋贵人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说不定陛下明天就把他忘了。狗屎运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这个挖野菜的踩在我头上。下蛊，对，把那东西准备好，我要让他永远翻不了身，把牢底坐穿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陛下，吏部尚书身为朝廷命官，昨夜竟公然留宿秦香河畔的怡红院，甚至还为了一个花魁与人当街斗殴，此等伤风败俗之举，简直丢尽了朝廷的颜面，请陛下严惩。你放屁！老夫那是在怡红院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微服私访能把人家的肚兜私访到自己怀里？你个老匹夫，老夫跟你拼了！丁，恭喜宿主已完成生命大和谐任务，身为您空投专属大礼包，好运连连，运气滋养加成，接好哦亲。运气滋养加成？什么？完了完了！陛下定是被我们2个老骨头气得当场吐血了。9族保卫战这就打响了。早知道老夫昨晚就不去怡红院抢那花魁的肚挠了，这下9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！你到底给朕弄了什么脏东西？朕堂堂95之尊，你让朕洗？
系统日志翻查中。哎呀，抱歉宿主，那个给嫔妃专属的运气滋养加成好像定位歪了，错投到了您的身上呢，不好意思哦，嘿嘿嘿嘿，你个大头鬼，立刻马上把这倒霉玩意儿给朕撤掉！亲亲，状态已生效，如同泼出去的水，无法撤销哦，请宿主安心养，保持愉悦心情呢。警告！检测到针对宿主的低级陷害事件正在逼近，请宿主放下手里的桂花糕，准备应战。怎么回事？哪个不长眼的打扰我干饭？哼！林答应企图用宴会之术栽赃陷害，那个丑不拉几的镇物木雕已经藏在你的床底下。这群女人的宫斗手段真是800年都不带更新的。这木雕丑的连村口的毛堂看了都要连夜买站票逃跑。东西能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身边有内鬼。有了。你这样，你去。给我搜！把这屋子的地砖都给我掀起来，翻个底朝天！林答应这是做什么？即便是有淑妃娘娘撑腰，你也不能这样平白无故不分青红皂白的掀臣妾的屋子吧？这后宫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，本宫代掌6宫，本宫的话就是这后宫的规矩。林答应实名举报你私藏邪物，本宫不过是例行公事。宋贵人，若要自证清白，就乖乖让开。林答应要找的可是这个辣眼睛的玩意儿。好你个宋之威，你这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！我就说嘛，若不是你用了这等下作的邪术，陛下怎会突然去宠幸你一个冷宫废妃？一定都是被你蛊惑的。人赃并获，后宫之中行厌胜之术，按律当诛。宋贵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淑妃娘娘明鉴，这可是上好的名贵紫檀木，前年万寿节陛下所赠，后宫各位有钱的姐姐人人皆有，唯独我这个刚从冷宫里爬出来，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穷光蛋，绝不可能拥有。指不定是你这穷酸货手脚不干净，去哪个宫里偷来的？小主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您就别死鸭子嘴硬了，是实话实说了吧，免得待会儿受那皮肉之苦啊！哼，愚蠢的凡人，连这点后宅法系都应付不了，本系统自带专属状态帝王威压 buff 送给你了。还有这好东西，给我直接拉到最大，我要装个大的。这贱人不是在冷宫吃草吃了3年吗？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气势？这宋之威竟有如此威压，难道他以前都在藏拙？林答应连我冷宫里有几块破布都了如指掌，这些紫檀木料皆是御赐，都有记录。不如现在就去查查林答应的房里，是不是刚好少了这么一块？你血口喷人！本小主行得正坐得端，岂容你这贱人污蔑？若我是被栽赃，那真正动用这下作厌胜之术的人，怕就是林答应你自己了吧？做贼喊抓贼，你这智商也配玩宫斗？小主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奴婢害怕。大胆贱婢，休得胡言！本小主行事光明磊落，竟敢恶意攀咬主子！小主，是您命奴婢用100两银子收买宋贵人嬷嬷，私藏木雕于她床下，此物事发就是杀头重罪，小主趁早认罪，才有活路。淑妃娘娘明示，淑妃娘娘明鉴啊！老奴冤枉，老奴对宋贵人忠心耿耿，绝非要收贿赂，是这贱婢血口喷人，胡乱攀咬。小主，果然找到了，这是从长侍嬷嬷床底下的暗格里搜出来的100两汇银。这，你怎么会知道藏在那里？废话，我冷宫跃进宫斗话本，你们栽赃手段太过老套，略施小计便让你们不打自招。只是皇江威压果然慑人，这便是帝王权柄。呸！我在说什么？愚蠢至极，敢在本宫面前耍拙劣伎俩，当场败露。来人，刁奴拖去杖责30，打入慎刑司。林答应赤夺封号，带回禁足，处置交由陛下圣裁。臣妾是冤枉的，宋之威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哎
妈呀，装叉真累。还好我当年是个穷光蛋，连这赏赐都没有。而且既然离开了冷宫，今天中午必须加2个大肘子庆祝一下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天天反胃，朕要这江山有何用？奇怪，朕的眼泪怎么从嘴里流出来了？慢着，这绿油油的是什么？陛下恕婢嘴馋，这是御花云冈偷偷采摘的青梅，奴婢该死，求陛下开恩。还有没有？都给朕盛上来！没有了，就这些了，求陛下饶命啊！这味道，竟该死的甜美。你在哪棵树上摘的青梅？带着其他人去，都给朕摘了送过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陛下今日食欲不振，可是想吃酸的，要不要奴才吩咐御膳房重新做几道酸掉牙的菜肴来？陛下最近这脾气，怎么比我老家村东头怀孕的张娘娘还要阴晴不定？什么事？哎呀，你急什么急？这是我亲手熬的酸梅汤，我先来的，让侍卫先送我的进去，你才让开！我这可是加了10年老陈醋的糖醋排骨，陛下现在就好这口。外面在吵什么？当御书房是菜市场吗？回陛下，后宫不知怎的传出了风声，说陛下您最近极其偏爱酸食，各位娘娘小主们便争相送来了吃食，在门外候着呢。送了什么？有酸梅汤、糖醋排骨、醋溜白菜、凉拌海带丝、陈醋菠菜，还有直接端了一缸100年老陈醋来的。所以，陛下，要不要奴才让人把这些东西盛上来？盛个屁！让他们带着那些酸掉牙的破烂玩意儿，全都给朕滚！狗系统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现在全后宫都觉得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独特癖好了，朕的威严何在？是，奴才这就去让他们滚。那个，陛下，还有一件事，昨日淑妃娘娘呈了奏报，说林答应使用宴上之术陷害宋贵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定夺。宋贵人，冷宫那个宋之薇，这女人倒是有几分手段，还以为只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有点意思。这种小事也来烦朕。那个什么林答应，贬为庶人，丢去冷宫，别耽误朕发愁。奴才遵旨。不过这宋之薇就算有点小聪明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后宫里的女人，跟外面那群叽叽喳喳的莺莺燕燕一样。前朝那帮老骨头不让朕安生，这后宫也不安宁。滴滴滴！警告！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过大，极易影响胎儿发育，现强制启动安胎程序。请宿主在1个时辰内一口闷下系统特供的10全大补安胎药，超时未完成将面临原地爆炸的生命危险哦，亲。朕堂堂7尺男儿，北朝的95之尊，你让朕喝药？这传出去，朕还怎么在道上混？朕不喝，朕死也不喝。可是宿主不喝真的会死的哦。系统倒计时最后10个数，10、9、8、7。好苦！你这是要毒害朕吧？想我堂堂顶级帝王系统带过的宿主，哪个不是千古一帝、霸气侧漏？如今竟沦落到在这里陪你玩这种小儿科的后宫争宠把戏，我的统生一片灰暗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宫斗超累的好不好？每天演戏还要防暗算，脑细胞都要死光了，还不如回冷宫挖我的纯天然无污染野菜。蠢女人，别发花痴了！检测到太后礼佛回宫，她对你的恶意值极高，随时可能要了你的小命。给本系统打起12分精神来。谁？太后？我都没见过她。小主，天塌了！太后娘娘将于3日后设洗尘宴，指名道姓要求您务必到场。
狗系统，朕都补得连天灵盖都在冒热气，狂喷鼻血了，为什么还要喝这倒霉玩意儿？那个，亲亲，因为宿主情绪一直处于狂暴边缘，系统判定运气不稳，为了宝宝的健康，只能加大剂量了呢。陛下年纪轻轻，脉象竟虚耗至此，宛如七旬老朽。老臣还是开几杯猛到能把死人补活的补肾壮阳药吧。唉，太医费心了，陛下为了国事，真是掏空了身子啊。荒唐！哀家不过几月不在宫中，皇帝为了那个冷宫里爬出来的妖妃，竟然把自己折腾得肾虚吐血，连补肾壮阳的猛药都吃上了，这成何体统？太后息怒，那宋贵人确实是个邪门的狐妹子，手段了得，连淑妃都在她手里吃了大亏呢。哀家绝不允许这种祸国殃民的狐妹子乱了皇家的规矩。既然她这么爱蹦跶，那哀家就让她永远闭嘴，留她不得。这样，你宫宴的时候让她……这就是外面的饭吗？这就是太后宫里的美味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冷宫的青菜汤都去死吧！我现在是鸡腿的忠实舔狗。宋贵人，听说你最近盛宠幽妇，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，怎么连冷宫里那套上不得台面的狐媚座上也敢带到前朝去了？臣妾惶恐，臣妾冤枉啊！老妖婆，随便你骂，反正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只要不耽误我吃席就行。蠢女人别喝，检测到杯中含有见血封喉的剧毒，这老妖婆要你的命！我去，这老妖婆这么狠毒，直接在宴会上明目张胆的下毒，看我不来一招假喝，蒙混过关！哎呀！严重警告！检测到爱人宋之薇遭遇剧毒受创，请宿主立刻马上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前往保护爱人。不去，他死了正好，朕的耳根子就彻底清净了。哎呀，宿主，求求你快去救人吧！你不去的话，按照系统设定，真的会有非常可怕的电击惩罚降临的。笑话！朕御驾亲征，刀砍在身上都不皱一下眉头，岂会怕你这什么区区电击？有种你就电死朕！来人，把这个胆敢在御前下毒的贱婢拖出去，立刻斩首！皇帝，这是哀家宫里的人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凭什么越过哀家随意打杀？你说他御前下毒，有什么证据？哀家怎么没瞧见？母后的人一端酒，宋贵人就倒了。不斩这宫女，难道要朕封锁全宫，亲自带人去彻查母后的慈宁宫，看看这毒到底是谁下的？不行，当时想着在自己宫里动手，并没有做多少准备，没想到皇帝对一个小小贵人这么上心，哀家还得先稳住皇帝才行。你这手脚不干净的贱婢，以前在别处当差就有偷鸡摸狗的前车，如今到了慈宁宫，居然还敢胆大包商的谋害宫妃！来人，把这贱婢拖出去，乱棍杖毙！别演了，晕得太假了。朕知道你没事，事情已经解决，他暂时动不了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真的可以要补偿吗？太后是因为朕才对你起了杀心，这是算朕欠你一次。我去，这杀人如麻的暴君居然还会反思自己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不要算了，朕还有政务要处理。要，当然要。刚才宫宴上的那只清蒸大龙虾，臣妾才啃了1口呢，臣妾还没吃爽。陛下能不能让御膳房再给臣妾做10只，不20只？来人，去御膳房给他上满汉全席。陛下威武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谢陛下赏赐，臣妾一定努力干饭，绝不辜负陛下的期望。
你是要当皇帝要一统天下的人，能不能有点王霸义气？注意你的吃相。反正没外人看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你们这些周八仆系统干活。叮叮叮！特大喜讯！检测到孕母腹部显著隆起，判定成功受孕，即将为您发布全套孕期养护任务。放屁！朕的肚子哪里隆起了？哎呀，好像是扫描到宋贵人的肚子隆起了，但是系统判定您是宿主，所以任务不想全发到您身上啦。对不起嘛，宿主，可是系统任务一旦发布就改不了了呀，求求你快去执行吧，不然进度条一红，咱们俩都要被10级电击劈得外焦里嫩的。胎教之法，当先静心。陛下居然通宵达旦地处理政务，连眼睛都没合一下。陛下真的长大了，先帝呀，我北昭有救了。这宫里的饭菜真香，不用干活还有人投喂，要是能一直当咸鱼就好了。蠢女人，别吃了！真以为这顿饭是那么好吃的？太后对你的杀意都快把本系统的天灵盖掀翻了，她的连环杀招马上就到，你这咸鱼要是再不支棱起来，就等着被大卸八块丢进乱葬岗吧！太后驾到！什么危机？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36计走为上计！蠢女人，本系统看中的未来千古一帝，岂能像只缩头乌龟一样临阵脱逃？简直是把本系统的脸丢到姥姥家了！少废话，给本系统支棱起来，强制接管身体控制权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破系统，你之前不是有个什么帝王威压吗？或者还有什么开挂的技能，赶紧给我拉满啊！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你宿主在这里苦哈的跪着吗？我的脚好酸，我的膝盖好痛啊！呜。那个宿主目前后宫地位太低，等级不足，帝王威压这种初级状态对太后这种满级 BOSS 是无效的，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那你还强制接管身体，让我过来给自己找罪受？你这坑爹系统，我要退货！放肆！宋贵人，哀家叫你，你竟敢神游天外！来人，给哀家掌嘴，狠狠打！反了你了！区区一个废妃也敢还手！侍卫，给哀家把他按在地上打！警告！检测到孕妇遭遇重大致命危险，请宿主速去救驾，晚了就一尸两命了。退朝！救命啊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反了你了！区区一个小贵人，不仅敢还手，还敢逃跑！侍卫，给哀家把他按在地上，狠狠的打！住手！朕放开他！皇帝来得正好，这宋贵人恃宠而骄，御前失仪，冲撞凤驾，哀家正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贱骨头。陛下，您终于来了，臣妾好怕怕啊！哎呀，宿主，别愣着啦！孕母现在受惊过度，胎气不稳，请立刻采取公主抱的姿势安抚孕母，否则10级电制马上就要劈下来啦！冲撞！朕看母亲端坐于此，毫发无损，连根头发丝都没乱，反倒是宋贵人被折辱的体无完肤。今日谁若敢动她分毫，朕绝不轻饶，诛她9族！不是吧？这暴君这么霸道，简直跟画本里的男主一模一样。他不会是真的对我产生什么异样感情了吧？难道我的魅力这么大？朕只是为了完成那狗屁系统任务才抱他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行，宋志远，你醒醒！这暴君阴晴不定，指不定哪天就发疯砍人，谁喜欢他谁倒霉。以后还是离这个定时炸弹远点儿。蠢女人，赶紧把那些恶心的粉红泡泡给本系统收起来，别以为有个男人抱你就能躺赢了。丁，发布进阶权谋任务，请宿主在3天内接触朝政，掌控权柄，否则抹杀。
不行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后宫干政是要被砍头的。刚刚才让暴君对我好点，你现在这不是让我赶着送死吗？就这点胆量也想成大事？本系统绑定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若敢拒绝任务，系统每天扣除1年寿命点。本系统倒要看看你有几年好活。1天扣1年？你当我是千年老王八啊？哼，就算是王八，本系统也要把你这只王八推上地位。别磨蹭了，赶紧端起汤滚去御书房，别逼本系统强制接管你的身体。事已至此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拼一拼单车变摩托，搏一搏冷宫变大平平。江南水患这帮老匹夫就知道推诿扯皮，在场统统拉出去砍了。陛下，夜深了，喝口汤降降火吧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陛下别急着赶人啊，江南水患，户部哭穷，工部喊累，您这折子就是看出个洞来，也变不出白花花的银子啊。后宫干政，你当真活腻了？陛下这说的是哪里话？臣妾只是心疼陛下日夜操劳。臣妾可是听说户部尚书的岳父在江南有几百亩良田，富得流油呢。您派人去去查查他的私仓，银子和粮食，这不就都有了？你一个冷宫废妃，如何得知这些朝堂密讯？谢谢，系统给的人物关系谱，连他们底裤穿什么颜色都标得一清二楚。臣妾就是瞎猜的，女人的直觉嘛，准得很。陛下懂吧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陛下，门口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叮咚，宿主大大，你的育儿盲盒已投放至入门博古架，请查收。触发任务：育儿技能实操，1小时内掌握换尿布、拍奶嗝哦，啾咪！朕是95之尊，不是奶娘！你这破烂玩意儿，给朕滚出来！宿主大大不可以凶人家。如果1小时内学不会，人家只能含泪扣除您的寿命啦，是当场吐血3升那种痛痛哦。青青这边建议您赶紧开始呢。荒唐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完了，我不就问一句吗？难道这暴君嫌我干政，要弄死我了？救命啊！你刚才说的很不错，朕会好好考虑。我这脑袋算是保住了。不管了，皇帝都跑了，我还不赶紧溜！这破布到底是怎么穿进去的？宿主大大动作太粗鲁啦，宝宝娇嫩的肌肤会痛痛的，要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轻柔哦，啾咪！放肆！朕能一掌捏碎刺客的喉咙，你让朕对一块破布轻柔？陛下，您这换尿布的手法也太生疏了些，兜裆布都快套到他头上了。深更半夜，你为何在此处鬼鬼祟祟？臣妾冤枉啊！臣妾的冷宫实在太偏了，走大路脚底板都要磨破了，只能从御花园抄个小路。谁知道能这么巧，撞见陛下大半夜在这儿带娃。你敢笑？再看一眼，朕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！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朕灭你9族！臣妾就是个小喽啰，借臣妾100个胆子也不敢冤排陛下。不过嘛，这要是哪天臣妾梦游，一不小心说梦话，少给朕拐弯抹角，想要什么直说。臣妾也没啥非分之想，就是求陛下给换个离主殿近点的宫殿，不然万一下一次臣妾再抄小路，又不小心撞见您在喂奶，那多尴尬呀！朕知道了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朕滚！好嘞，臣妾这就圆润的滚出一条直线。丢人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叮咚，检测到宿主大大实操极差，连个尿布都换不明白，笨笨哦！为了让您早日成为合格的奶爸，现强制开启地狱级幻境特训，冲呀！你又想干什么？朕不！叮咚，欢迎宿主大大来到超级奶爸地狱级幻境，撒花！请宿主在3天内独自带大10个性格各异的熊孩子哦，冲呀！10个？朕看你是想让朕驾崩！我要喝奶奶，我要喝奶奶！放肆！
敢弄脏朕的龙袍，信不信朕砍了你的脑袋？住手！你们这群反贼，那是玉玺，朕要诛你们9族！滴，警告！虐待儿童扣除生命制，请宿主放下武器，使用爱与和平的教育方式感化他们哦。比心。爱与和平，朕现在只想杀光他们！爹爹陪我玩泥巴。杀了我吧，就现在！别哭了，祖宗们，求你们别哭了，再哭爹爹给你们磕头了。陛下，臣妾来谢恩了。乖，不哭。乖，别闹了，爹来抱你。陛下，您这是带娃带的走火入魔了吧？朕最近在练一门绝世武功，名为抱元手一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不是来慰问一下陛下吗？顺便搬宫殿的事儿。要不是帝王系统拿寿命逼着我天天来御书房打卡干政，鬼才愿意来。一个小贵人连个代步车具都没有，我的腿都要走断了。干涉皇帝处理后宫事务，怎么也算干政吧？拿去，封你为嫔，赐居承乾宫。暴君也太上道了，简直是我的许愿池王八！谢陛下隆恩。陛下放心，昨天您在御花园喂奶，不换尿布，还有今天您要给我当爹的事，臣妾绝对把嘴焊死。给朕闭嘴！陛下，您这娃娃可真是奇特，居然还会哭。方氏进送的奇珍异宝罢了，不知哪里装了机关，一碰就叫。红牌警告，摔坏道具扣除10年寿命哦！宿主大大三思呀！转过去，不许看！难怪今天外面连个太监都没有，达龟都在这儿避嫌呢。这暴君不会真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？难道他想让我生孩子？陛下，那臣妾就不打扰您享受天伦之乐了，臣妾先溜了。滚！陛下，江南水灾严重，实在无粮可拨啊！陛下，这堤坝修缮的银子也是个无底洞，请陛下定夺。吵吧，比起那群拆家尿床的熊孩子，这群老东西简直眉清目秀，可爱至极。各位爱卿，莫急，传朕旨意，开国库放粮赈灾，不够的从朕的私库里出。陛下圣明，陛下仁慈啊！吾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只要不回去哄那个倒霉娃娃，听这帮老头子念经简直如听仙乐。众爱卿平身，还有何事启奏？没事就多聊两句。朕今日有的是时间。启禀陛下，丞相之子沈燕游学归来，明日便可抵京。沈燕，知道了，让他明日入宫见朕。退朝。叮咚，检测到关键剧情人物沈燕即将上线，发布主线任务，请宿主大大与沈燕在滴滴滴警告，检测到宿主性别不符，任务发布失败。哎呀，打扰了，您歇着吧。救命！什么意思？你原本打算让朕跟他干什么？嘿嘿，本来原剧情是安排宿主大大跟沈燕谈个甜甜的恋爱，然后生几个大胖小子的嘛。但检测到沈燕是个钢铁直男，没法跟您拼菜刀，所以就取消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这破系统，居然还想让朕脚踏两只船！你一边逼着朕去宠幸宋之威，一边还想让朕跟一个男人，你简直荒谬绝伦！哎呀，宿主大大的格局要打开一点嘛。本系统又没规定只能带着一只羊薅羊毛，男男女女多撒网才能多捞鱼呀！放肆！朕是男人，朕也生不了孩子，到底为什么会瞎了眼绑上朕？滴，您的系统已离线，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啦！有事请留言哦。给朕滚出来！这才叫生活。这床大的，我能在上面翻10个跟头。暴君万岁！哼，蠢女人，区区一张破床就把你收买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人才沈燕即将入京，发布收服任务，请宿主将其收为己用，失败将扣50%体质，导致半身不遂，终生瘫痪。收服我？
我连这后宫的门槛都跨不出去，你让我去收服一个外朝大臣，你不如直接劈死我！本系统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检测到沈燕明日将入宫面圣，并探望其长姐沈昭仪，宿主可趁机在御花园制造偶遇。太棒了，后宫私会外臣，干的真全是诛九族掉脑袋的活儿。我真谢谢你啊！我这条小命迟早交代在你手里。哼，本系统的宿主天生就该是在刀尖上舔血的皇者，怕死就乖乖等瘫痪吧。行，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不对，你赶紧给我加个过目不忘、才华豪新的学习 buff。明天要收服才子，我总不能去跟他比谁翻白眼翻得圆吧？真是个废物宿主，连装杯都要本系统收底。buff 已加载，滚去准备吧。沈燕是吧？老娘明天非把你忽悠瘸了不可。眼孤峰月隐愁，寒鸦啼破。哎，这下半句怎么接才显得本宫有文化呢？娘娘这上半句意境凄清，若接落花流水空悠悠，似乎落了俗套。若改为剑气冲霄破九州呢？画梯轻为肃杀，公子以为如何？妙啊！化哀婉为气魄，娘娘不仅容貌倾城，这等胸襟才识，更是令在下自叹不如。取笔墨来，下斗胆，作诗一首相赠娘娘，以表敬意。翠竹凌霜雪，幽兰笑春风。不与群芳艳，孤标傲远空。好一句不与群芳艳，沈公子这字力透纸笔，诗更是倾谷天成。那本宫就却之不恭了。一级红色警报，宿主大大，您的头顶似乎有绿光闪烁哦，检测至强力情敌在疯狂输出，强制触发霸道总裁护旗模式，请宿主大大立刻上前宣誓主权，把情敌赶跑，冲呀！荒谬，朕是九五之尊，天下女人都是朕的，朕凭什么吃一个酸腐书生的醋？警告！不护旗就扣生命值，直接扣到您当场心肌梗塞、口吐白沫哦！请快上呀，夺回您的女人！你敢威胁朕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孤男寡女在此作甚？微臣参见陛下，微臣只是见娘娘才华横溢，一时寄养，切磋诗词罢了。切磋诗词，不与群花艳，孤褒傲远空。什么狗屁不通的淫词艳曲！你这分明是作诗意图不轨，蔑视皇威。陛下明鉴，这只是普通的咏兰诗，赞美娘娘高洁品格的。是啊，陛下，这诗挺正常的，写的可好了。你闭嘴，还帮他说话？信不信朕现在就把这破扇子撕了？好一个丞相之子，竟敢在御花园调戏宫妃！来人，传朕旨意。沈燕行为不端，意图不轨，即刻褫夺官职，发配去守皇陵。没有朕的旨意，永远不许回京。守皇陵？陛下，沈燕才华横溢，是国之栋梁，您怎么能为了一首再正常不过的咏兰诗，就把她贬去守皇陵？这简直是无理取闹！你为了她，敢擅闯御书房来质问朕？臣妾是就事论事。您这是乱发脾气，昏君所为。废话，我那收服任务眼看就要成功了，你横插一杠子把人搞去守坟了，我那50%的体质找谁要回去啊？我下半辈子难道要在轮椅上度过吗？怎么，宋嫔这是舍不得你的风流才子了？那把破扇子就那么好？陛下不要血口喷人，臣妾只是惜才。好一个惜才！朕看你就是春心荡漾，要不要朕现在就下一道圣旨，把你贬出宫去？送到皇陵给你们俩赐婚，让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在先皇的坟头前逍遥快活。陛下简直不可理喻，您这是吃错药了吧？放肆！你敢这么跟朕说话，朕今天非要扒了你的皮！警报！最高级别红色警报，检测到宿主大大无辜对孕妇发脾气，导致孕妇情绪剧烈变动，宝宝在肚子里吓得直发抖呢。为了维护家庭和谐，1级惩罚机制立刻启动，电击加吐血套餐为您奉上，请签收哦，啾咪！来人啊！陛下驾崩了！不是，陛下吐血了，快传太医啊！我这嘴是开过光了，居然有把暴君直接气到当场吐血的本事！宿主大大醒啦，请注意对孕妇大人的态度哦。
夫妻和睦才能。再凶巴巴的，小心宝宝踢你肚子哦。朕才是你的宿主，你到底是朕的系统，还是他的保镖？人家也是为了你们共同的美好未来保驾护航嘛，比心。这暴君看我的眼神怎么跟看活见鬼一样？不过说来也怪，他每次想杀我或者发脾气，最后倒霉的总是他自己，简直就像被下了什么不能伤害宋之瑜的铁令一样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滴滴滴，检测到孕妇遭遇危险，宿主大大成功护妻，英雄救美，简直帅呆了！奖励积分+10。你没长眼睛吗？端个药都能撒，留着这双手有何用？实锤了，实锤了！他绝对是被某种力量强行绑定了。只要我出事，他就得跟着倒霉。我这是拿到了免死金牌啊！暴君的命门被我抓住了。陛下对臣妾真是情深意重，宁愿自己受伤，连滚烫的药汤都愿意替臣妾挡。不知那日陛下在御花园抱着的那个哭闹娃娃，是不是也和臣妾一样，让陛下如此伤心啊？闭嘴！不许提那个娃娃，滚出去！立刻！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，居然对一个假婴儿怕成这样，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的反应。难道他身上也有系统？喂，帝恒，谢领身上是不是也有个系统？本系统只对接宿主一人，其他低端系统概不负责。宿主有空在这儿八卦，不如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。警告！收服沈宴任务即将超时，请宿主3日内将沈宴救出皇陵并收为其用，否则将扣除50%体质。准备好轮椅吧。3日，他都被发配去守坟了，我上哪儿去收服他呀？你杀了我得了！3日又3日。我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3日，催命啊！这是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反正你不敢让我死。陛下，您这气也消了，血也吐了。那沈宴毕竟是丞相的独子，国之栋梁，您把他扔在皇陵吹冷风也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把他放回来？朕金口玉言，刚把他贬去守皇陵，现在就收回成命，朕出尔反尔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免谈。哎呦，陛下，这叫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丞相在朝中根基深厚，您这不是平白树敌吗？再说了，沈公子那细皮嫩肉的，哪受得了皇陵的苦啊？你还心疼他细皮嫩肉？朕是天子，谁敢对朕不满，朕就砍了谁的脑袋！你休想再替那个小白脸求情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行，反正你不能让我死，老娘今天就跟你拼了！行，陛下不放是吧？那臣妾今晚就去内务部领一根3尺白绫。你干什么？臣妾去陛下的寝宫梁上荡秋千，臣妾就死在您床头，让您天天看着臣妾的鬼魂，咱们看谁耗得过谁。你个毒妇，你敢威胁朕？滴滴滴，红色最高警报，检测到孕妇大人产生极度负面情绪，并有严重自残倾向，宝宝害怕，请宿主大大立刻安抚，10秒内不安抚，惩罚3级高压电击加双倍吐血套餐哦。10、9。陛下，您这是羊癫疯发作了！完了，我不会真要把这将军气死吧？帝将，问你个事儿，如果我现在趁他病要他命，直接把他嘎了，我自己上位，算不算提前完成终极任务？蠢女人，收起你那可笑的危险想法。弑君上位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属于判定失败。本系统可不想陪你一起死。哎呦，陛下，您消消气，臣妾跟您开玩笑的呢。您这身子骨本就虚，别再给气出个好歹来。行，朕明天就下旨召他回京。暴君居然真的妥协了？难道我这帝王系统还自带蛊惑人心的隐藏被动？老娘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宫斗天才。滴滴滴，满足孕妇大人的心愿是胎教的重要环节哦，宝宝才能感受到爹爹的爱。请宿主大大立刻付诸行动，拖延1秒电击一次哦。倒计时3、2。别电了，扶朕去御书房。这女人怎么毫无反应？若是换做以前那些娇弱的宫妃，早就该叫呼一声“臣妾好怕”，然后顺势扑进朕的怀里了。你不怕打雷？臣妾在冷宫那种破屋里待了那么久，屋顶漏雨能把床淹了，多大的雷雨没见过，这算什么？
给朕磨磨。原来你也……所以这几个月把陛下折腾得像个孕妇一样酸咸反媚，动不动就吐血熏倒的罪魁祸首，就是您头顶上这个粉嘟嘟的奇葩玩意儿。那逼着你没日没夜跑来御书房干政，天天琢磨怎么在朕的底线上反复横跳还不被砍头的，就是你头顶上这个想谋朝篡位的破东西。朕堂堂95之尊，杀人如麻，天天半夜像个做贼的一样，躲在花丛里给布娃娃换尿布，还被拉进幻境给10个熊孩子当爹。我一个只想在冷宫混吃等死的咸鱼狒狒，天天被逼着学兵法、看祭咒，背不会还要扣寿命让我瘫痪。这荒唐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我也不想活了，要不您现在就把我砍了吧，大家都解脱，我累了，毁灭吧。砍了你！砍了你这破系统，马上就让朕高压电击加双倍吐血套餐陪葬。朕现在护着你这颗脑袋，比护着传国玉玺还要上心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干耗着？既然这东西死皮赖脸长在咱们身上扯不掉，与其被他当猴耍，不如联手。联手？怎么联？你帮朕应付那些荒唐至极的生子育儿任务，朕护你在后宫横着往。前朝后宫的麻烦，我们一起平了它。成交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在联手之前，朕有一笔账必须算清楚。你给朕滚出来解释清楚！为什么朕一个男人，你非要绑着朕当奶爸带娃？你也给我说清楚！后宫那么多有权有势的娘娘，前朝还有那么多青年才俊，还有这皇帝就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中了我一个冷宫弃妃去登基称帝？说吧，到底是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把系统绑错人的？今天不交代个子丑寅卯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。这不能怪人家呀。当初宿主大大们绑定的那一天，天象大乱，人家系统的雷达是根据你们身上的帝王紫气来扫描的嘛。谁能想到，孕妇大人作为一个冷宫废妃，身上的紫气竟然比陛下还要浓郁刺眼。陛下的紫气反而淡淡的，人家一时眼花就出现色差误判了嘛。而且现在数据已经被天道法则彻底锁死了，根本解不开了。色差误判，就靠这么个颜色就草率定宿主？你家雷达是闭着眼睛扫的吗？才不是人家的错，都怪那个冰块脸帝降。要不是他非要跟我抢降落信号，人家怎么会眼花看错？哼，你自己是个瞎了眼的色盲，业务能力垫底，还敢把锅甩到本系统头上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你冷血你无情，你是个只知道发权谋任务，不懂人间温情的死木头。那也比你这个连宿主性别分不清，天天逼着男人喂奶的废柴强10000倍。这俩吵起来的动静，比朕后宫那群为了争宠扯头发的女人还要热闹。可不是嘛，这可是千年难遇的跨界系统互撕大戏。陛下，这瓜子可是臣妾从冷宫带出来的秘制椒盐味，您尝尝。停！冰块脸，你先别骂了，中场休息一下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哎呀，不是，是人家的工作 KPI 来了。叮咚，亲爱的宿主大大，新任务发布啦！请宿主大大3日内亲手为未来的预备皇子生制一件充满父爱的婴儿肚兜哦。超时未完成将面临最高级别的10万伏特剧烈电击！救命！你让朕拿这根针去绣花？陛下，堂堂95之尊拿绣花针，这是什么人间奇观？你也有今天！宋之梅，再敢笑出声，朕现在就拿这根针把你的嘴缝死！哔哔哔，宿主大大不可以逃避哦，穿针引线可是培养耐心和父爱的重要一环呐！加油加油，奥利给！这破针难道长了眼睛，专挑朕的手指头扎？朕绣完了。
陛下，您管这叫婴儿肚兜？这玩意儿给冷宫的抹布打补丁我都嫌丑，这预备皇子要是穿上它，怕是要连夜投胎跑路吧？闭嘴，能穿就行。朕的皇子敢嫌弃，朕就打断他的腿。丁，笑够了吗？愚蠢的宿主，新任务发布，请宿主立刻体察后宫运情，前往各宫藏送安胎补品，以建立后宫威信。失败将扣除50年生命制，当场暴毙。怎么，宋嫔笑不出来了？看来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妹妹，喝药，大补的安胎。宋贵人，我进宫3年，连陛下的面都没见过，哪里来的神韵啊？您这不是咒我被进猪笼吗？吃这么多，定是有喜了，干了这碗安胎药。我这是单纯吃胖的，肚子上的全是五花肉。朕没怀孕，你别过来啊！菩萨保佑，喝了这碗，母子平安。阿弥陀佛，臣妾清心寡欲5年了，这药喝了会出人命的。听说了吗？宋贵人怕不是得宠后想孩子想疯了，现在见人就强喂安胎药，连御花园的母狗都不放过。我听得清，我还没聋。好悲伤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陛下，您平时宠幸后宫，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吗？爱妃这几日真是辛苦了。朕看啊，大昭寺里的送子观音都没你忙。朕这空虚的后宫，以后全靠爱妃这几碗安胎药开枝散叶了。陛下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您笑得这么开心，就不怕您那个缺大德的系统再给您整点什么阴间任务？叮咚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新任务发布啦！请宿主大大与心上人共同为预备皇子取名。为了做到男女平等，需准备男名、女名各40个，一共80个哦。未完成将面临持续性10级剧烈头痛惩罚。救命！80个名字，连个手机软的影子都没见着呢。您这是打算给谢家祖宗18代的族谱开光吗？谢承安，承平天下，谢敬贤，温婉贤素，还差72个。陛下，这孩子连个受精卵都不是，您现在取名字是不是有点早了？要我说，咱们民间有句老话，贱名好养活，男的叫狗蛋儿，女的叫铁柱，绝对能长命百岁。宋之威，朕堂堂大渊的皇子公主，你叫他们狗蛋铁柱？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让你去新者库洗夜壶？那叫王富贵、谢招财，多喜庆啊！闭嘴！你给朕滚过来，老老实实磨磨！再敢废话一句，朕诛你9族！太后娘娘，皇上最近像是被下了降头，不仅日日将宋贵人召入御书房单独独处，还因为他的一句话把前朝的沈宴给放了。现在前朝后宫流言甚嚣时尚，都疯传宋贵人是祸国妖妃，祸得皇上不理朝政，沉迷美色呀！好一个祸国妖妃！之前在御花园就看她不安分，哀家绝不能容忍谢家100年江山会在一个冷宫爬出来的狐妹子手里。传哀家懿旨，命宋贵人即刻来慈宁宫。哀家倒要看看她有几条命敢魅惑君王。太后有旨，宣宋贵人即刻前往慈宁宫觐见。得，太后又要拿我开刀了。这妖妃的锅，我背的可真是比窦娥还冤。走，朕跟你一起去。您去干嘛？给臣妾收尸啊？少自作多情，朕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慈宁宫。哦，原来是怕被电击呀。那陛下的耳朵怎么红的跟煮熟的螃蟹一样？这大热天的，总不能是冻的吧？宋之威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朕现在就一剑把你捅个对穿。哎呀，臣妾知道陛下最疼臣妾了。陛下威武霸气，待会儿到了慈宁宫，臣妾的小命可就全仰仗您啦。咦，这么凶！放肆的贱婢，
祸国妖妃，祸得皇帝不理朝政，你可知罪？母后息怒，宋贵人日日伴驾，是在替朕分忧，何来祸国可说？皇帝，你竟被这狐妹子迷了心事，哀家竟然留她不得来人，请先皇密令赐白灵郡酒，以正朝纲。这老妖婆来真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溜了！哎呦，断了！太后娘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臣妾冤枉啊！朕的人，谁敢动？皇帝，你要为了一个妖妃违抗哀家，违抗先皇密令吗？先皇已死，这密令不过是一堆废木头。现在大渊的天是朕，从今日起，宋之威的命由朕保着，谁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朕就诛他9族。我们走。王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皇上今日在慈宁宫为了宋贵人，当众斩断先皇密令，还杀了太后的人，彻底与太后撕破脸了。黄口小儿终究是沉不住气，为了个女人连太后都敢得罪，真是愚蠢之极。既然他谢林自己把这朝堂的水搅浑了，那本王就顺势再添一把火。传本王密令给边境的暗线，潜伏多年的计划提前启动。听说了吗？当今圣上被那妖妃迷了心智，性情越发暴虐无道。昨日刚在慈宁宫杀了人，今日就下了血书密令，要将边疆12镇的守将全部大清洗。我的老天爷，全杀！那可是保家卫国的功臣啊！可不是嘛！现在边关那群将领都吓疯了，据说已经举起清君侧的大旗，要反了。这天下怕是要大乱了。陛下，边疆800里加急，10几位守将突然反叛，声称您下了清洗血书，他们已经陈兵关外，扬言要清君侧，诛妖妃。反了！这群乱臣贼子，朕何时下过这种荒谬的旨意？传朕旨意，把京城里散布谣言的刁民，还有那群敢举旗的叛将，通通给朕抓起来，诛9族！朕要杀得他们血流成河，以儆效尤！哎呦，我的亲娘嘞！陛下息怒，您这剑快放下，小心伤了臣妾。帝江，别装死了，赶紧给我开天眼，查查这血书到底哪儿来的。丁，天眼已开启。陛下，别杀了，那是摄政王伪造了您的血书，在边关散布谣言，这是纯纯的离间计啊！不过这也怪您，您这暴君人设平时立的真是太深入人心了。外面传您要砍人，大家都深信不疑，连核实都不带核实一下的，您这人缘混的也是没谁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他们敢反，朕就御驾亲征，把这群蠢货和摄政王一起杀光不就行了？全杀了？那谁来守边关？匈奴打过来的时候，您自己去长城上吹冷风，跟人家肉搏吗？你武力镇压只会反弹更烈，中了别人的圈套。陛下，您信不信我一次？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不杀怎么评判？带上军粮和抚恤银，陛下亲自去前线谈判，只要您往那儿一站，拿出诚意，摄政王的谣言不攻自破。可以，但你必须跟朕一起去。我去干嘛？我是个战五茶啊，去送人头吗？少废话，朕只是怕你一个人留在宫里被太后弄死，到时候朕又要被那个破系统折磨得吐血罢了。陛下，过来坐吧。朕堂堂95之尊，从未待过这等杂乱肮脏的地方，就不能去找个客栈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上哪儿找客栈去？现在去找，得找到天亮。您就委屈一下，凑合过吧。你入宫前不也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，怎么对这些铺草打地炮的活这么熟练？那还不是在冷宫里练出来的。
陛下，您以为冷宫是金窝银窝啊？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连张完整的床都没有。这找死！陛下，左边有暗器。您是不是傻呀？您是皇上，干嘛替我这个小喽啰挡道？哭什么？朕还没死呢。朕跟那个破系统还没解绑，你若是死了，朕也要跟着受牵连。朕当然不能让你死。呵呵，狗男人，死鸭子嘴硬。啊！宋之威，你这是要弑君吗？哎呀，陛下，忍着点儿吧。正所谓良药苦口，这绷带扎紧点儿，伤才好得快呀。我的妈呀！带着个病号一路狂奔，总算是活着到了。这大场面好壮观啊！可惜要是对面不是想砍我们的叛军就好了。暴君，你滥杀无辜，还要大清洗我们边将，今日居然还敢亲自送上门来！兄弟们，这暴君断我们的生路，我们今日就反了，杀了暴君，清君侧，诛妖妃！杀了暴君！杀了暴君！帝江，别装死了，赶紧给我扫描，锁定被摄政王蛊惑的带头副将。丁，目标已锁定。陛下，左边第3个，右边第2个，还有后面那个贼眉鼠眼的大胡子，就是他们在煽风点火。朕亲自带粮前来，抚恤将士。今日谁若敢说朕要卸磨杀鱼，便站出来与朕当面对质。这暴君能有这么好心，来给我们送钱送粮？兄弟们别信他，这暴君骄诈多端，说不定这粮食里早就下了鹤顶红，是要毒死我们。大家亲耳听说过这暴君在京城都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？杀了他！愚蠢至极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血书上的字迹虽然模仿的像，但玉玺的印泥根本不是宫中的朱砂，而是最劣质的市井红泥。摄政王拿你们当枪使，你们还上赶着去送死？这不可能！就算血书是假的，可我们的家眷都在他手里，我们没退路了。你的老母和妻儿被关在城南的废弃破庙，左边那位将军的儿子在摄政王府的后院地窖。我已经派暗卫去救人了，摄政王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，他安插了你们几个奸细在这里煽风点火，就是要拿着数万将士的命去填他谋朝篡位的路。弟兄们，我们被摄政王那个老贼骗了！放下武器，朕既往不咎。将士们的抚恤银一分不少，全部发下去。朕今日在此立誓，定还边关将士应有的尊严。我见鬼了！朕的心跳怎么跟没骨一样？定是这城楼风太大吹的。救命！这暴君不发疯的时候，竟然该死的迷人！这宽肩窄腰大长腿的，配上这战损战神风，果然暴君绿掩盖了他的美色。
统，帝王权谋系统升级完毕，主货路线全面改变。叮咚，恭喜主大大，主线任务已全面更替为千古一帝，亲亲宿主大大终于不用再缝肚兜当奶爸了，撒花撒花！丁，主线任务已更替为全清朝血，请宿主立刻开始组建个人势力，别一天到晚只知道吃瓜，拿出点未来女早的野心来。哈哈，天杀的破系统，朕终于不用当男妈妈了。陛下呀，按您这脾性，做明君可比带孩子费脑筋多了。我这还要组建势力，上哪儿去坑蒙拐骗拉人头啊？哼，这有何难？马上就是科举放榜之日，到时候天下英才进入朕的个中，朕闭着眼睛都能挑一堆栋梁之才。哟，让大伙儿看看，榜首到榜尾全是我们世家子弟的名字。就你们这群连饭都吃不起的寒门酸儒，也配跟我们同朝为官？赶紧滚回家种地去吧！苍天无眼，这试卷分明是张冠以待偷天换日。我等寒门苦读10年，连冬日的探毯都买不起，竟连一个公平都求不到。今日我便以显明志，死谏当场。新任务：科举完毕，寒门泣血，天下士子之心将失，请宿主立刻去主导重考，收揽寒门人才。这帮老匹夫，当朕是瞎子吗？满榜全是他们世家的蠢货，朕的科举当成了他们自家菜市场吗？陛下，您的嘴绝对是去大昭寺开过光的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这下翻车了吧？你还敢来嘲笑朕？哪里是嘲笑啊！臣妾是来给陛下送刀的。陛下请看，礼部侍郎收了3万两白银，吏部尚书的侄儿是个连3字经都背不全的文盲，居然点了探花。陛下，既然世家把持朝政，我们不如直接掀了这桌子，重开恩科。臣妾愿为陛下做这把斩断世家根基的刀。好，朕倒要看看，这天下是朕的还是他世家的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废除本次科举，重开恩科，破例下旨，任命宋之威为本次恩科副主考。朕杀出个朗朗乾坤。后宫战争，一骑四天，国将复国呀，有罪当诛。这就是陛下钦点的那个后宫妃子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。一个冷宫出来的女人懂什么科举？估计连四叔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大伙该怎么抄怎么抄，她还能长得千里眼不成？第2排左数第3个穿绿衣服的，别藏了，袖子里夹载的春秋我都看见了。第5排右数第1个，往鞋底里塞《论语》有什么用？能用脚趾头写字吗？还有第8排那个胖子，把中庸抄在大腿内侧，你不嫌硌得慌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今日本官坐镇恩科，谁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下作弊，本官让他9族都在大牢里过个团圆年。慢着，不用送去阅卷房了，去把阅卷考官都给本官叫到这里来，今日就在这考场之上当场阅卷。背后第一决定都在咱们手。文理不通，辞藻粗鄙，不入流的东西。哼！等等，你倒是说说，这份卷子哪里有问题？宋大人，您一个后宫妇人懂什么文章？这等寒酸之言根本上不得台面。好啊，我不懂。既然我不懂，那我就读给在场的天下学子们听听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天下之患在于兼并，国库之需在于漏税。若行摊丁入亩，则寒门有立锥之地，国运有中兴之机。好一个摊丁入部，写得极好。
传朕旨意，钦点此任为本次恩科状元。陛下三思啊！这人毫无背景，只是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寒酸。朕若是在意出身，还要这科举做什么？还是说这2年朕太惯着你们这些世家，让你们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？见鬼了！这暴君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罢了，这朝堂之上世家根系纵横，盘根错节。这暴君就算收几个寒门石子进来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反正我们可以后宫干政，否极司臣。宋贵人身为后宫妃嫔，竟然徇私舞弊，公然偏袒寒门贱民。这科举已被他搅得乌烟瘴气。陛下若不严惩宋贵芬与周恒，废除寒门成绩，臣等今日便长跪不起，血溅太和殿。陛下，宋之威祸乱科场，打压名门，此乃亡国之兆啊！请陛下速速将其处死，以平民愤。亡国，我看是亡了你们世家的摇钱树吧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城东柳记布庄暗中交易考题3万两，你那连3字经都背不顺利的傻侄子，花5万两买了道算术题。这上面白纸黑字，手印画押，全都是你们这群国之蛀虫的卖国器。这不可能！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绝密？废话，系统天眼一开，你连昨天晚上穿的什么颜色底裤我都一清二楚。好啊，你们赚的比朕的国库还多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钱，那就去地府花个痛快吧。来人，将这群舞弊逆贼全部扒了官府，打入死牢，抄家灭族。谢陛下隆恩，谢宋大人再造之恩。老娘的文臣天团这不就组建成功了吗？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鳗，赢麻了。骂人可真是个体力活，嗓子都冒烟了。陛下，臣妾今天这波配合打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狐假虎威的狗腿子风范？像个骂街的泼妇，简直有损皇家威严。不过，勉强算你立了一功。陛下，江南800里加急血书。江南特大水灾，10万百姓流离失所，一子而食。这群地方官全都是死人吗？叮咚，亲爱的宿主大大，检测到海量流离失所的宝宝，触发主线分支任务，父爱如山，御驾亲征，请宿主即刻前往江南赈灾，做个发光发热的好父亲。任务失败将扣除所有生育能力，当场没收作案工具哦。舅妈，这破系统，连天灾都不忘折磨朕。贝麻，亲自去江南。我也去，我也要出宫去透透气，顺便看着你，免得你乱杀人。破路，谢林，你是不是故意让马车夫往坑里赶？咽下去！你敢吐在朕的衣服上，朕就把你顺着车荒扔出去。停车！小兔崽子，别哭了，再哭了让大灰狼把你叼走。哦，乖乖不哭，呼噜呼噜毛吓不着。这倒霉孩子长牙了，朕的磨牙饼干放哪儿了？不对，这哪来的磨牙饼干？陛下这哄娃的手势，没个3、5年的全职奶爸功底可练不出来啊！臣妾佩服的五体投地。闭嘴！朕不过是随手一抱，少见多怪。是那个暴君，暴君来杀人了！快跑啊！这就是朕的大渊子星，在他们眼里，
朕难道就只配做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吗？完了完了，这暴君这会儿不会是想拔刀砍人吧？陛下！都抬起头来！朕是你们的君王，你们是朕的子人。从前是朕被奸人蒙蔽，如今朕既然站在这里，就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从今日起，有朕一口饭吃，就绝不让你们饿着。皇上万岁！我们有救了，皇上没有抛弃我们。张嘴，啊，慢点咽，别呛着，没人跟你们抢。这带娃的熟练度简直是金牌倒扫级别的，多子多福系统真是把这暴君皮教的太到位了。听话，把这粥喝了。爹，朕待会儿给你买糖吃。陛下，臣妾今年18，不是3岁。您要是父爱无处安放，不如去村口多认2个干儿子。朕这是爱民如子，习惯了，纯属口误。陛下，这个狗官不仅扣押粮饷，还偷工减料，导致堤坝决口，灾民们现在是怨声载道啊！朕亲自来了，还愁处理不了这几个废物？来人，把这几个狗官给朕拖下去，立刻砍了！哎，等等，先别杀，留着还有大用。乡亲们，这几个克扣粮饷的狗官已经被陛下拿下了，朝廷的救灾粮也已经开仓，但堤坝修水患不绝，这需要大家伙们共同的努力。不错，朕宣布，今日起推行以工代瞻，凡是去修堤坝、搬沙地的青壮年，每日不仅管饱，还额外发放3文工钱。妇孺老弱负责熬粥做饭，同样管饭。干活就有饭吃，还有工钱拿。皇上圣明啊！娘娘千岁！大家伙还等什么？抄家伙修堤坝去啊！忙了这么多天，总算是守住了。陛下，说实话，臣妾真是刮目相看。哦，爱妃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臣妾是感慨，当初在破庙里嫌弃草席脏，死活不肯睡觉的娇贵皇帝，现在居然连跳进泥坑、扛沙袋这种脏活累活都敢干了。朕这是体察民情。大哥哥、大姐姐，村长爷爷说有东西要给你们看。皇上、娘娘，草民们家里遭了灾，实在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。先下的土特产，想必2位贵人也看不上。大伙凑钱买了2块好木头，一起给皇上和娘娘立了个长生牌位。万岁爷万岁！娘娘千岁！皇上和娘娘长命百岁！乡亲们的心意，朕收下，都平身吧。啧，真是新奇啊！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居然也会脸红，这牌位您可得好好收着，以后要是再想砍人，就拿出来拜拜自己，静心凝神。哼，就你话多，再废话，朕连你一块砍了。长生牌位，他谢领一个遗臭万年的暴君，也配收服江南民心？王爷息怒，太后娘娘传话，江南大捷，若真让皇帝携民意回京，只怕这朝堂就要变天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京。本王正有此意，调集100精锐死士，在他们回京的必经之路，荒山峡谷设伏，本王要亲自给他们送终。总算是结束了，累死老娘了。等回了宫，我非得在龙床上睡个3天3夜，谁叫我都不起。天真，你以为回宫就完事儿了？别忘了你头顶上那个催命符，肯定还有一堆谋朝篡位的任务等着你。你还想睡？哼，彼此。陛下还是多操心操心您自己吧，说不定一回宫，您头顶那个粉红小喵妻又要逼着您去喂奶换尿布了呢。等回了京城，朕非得召集天下高僧道士，想办法把这2个装神弄鬼的破玩意儿给处理了。宿主大大好狠的心，人家刚帮您当上明君，您就要卸磨叉啦！愚蠢的凡人，想处理本系统，就凭那些只会念经的秃驴？本系统劝你们还是省点力气，乖乖做任务。警报！检测到大量致命杀气，宿主立刻隐蔽。有危险！宿主大大快躲开呀，宝宝不能死！
杀，一个不留。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，没有朕的允许不准出来。别管这暴君，分一半人去杀那个女人，只要她死了，暴君必乱。侍卫，小心！警告！宿主大大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强制陶制系统本源能量维持生机。宿主你挺住啊！仙灵，你醒醒！你这狗教军不是命硬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就倒了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极致杀意，帝王战斗技能修罗降世全面解锁。去吧，杀光他们！敢动他，老娘让你们连鬼都做不成！这还是那个娇滴滴的后宫娘娘吗？这种气魄，简直是天生的皇者。娘娘，您都守了1天1夜了，身上还有伤，去偏殿歇息片刻吧。这里有奴才们盯着。我不走，我要亲眼看着他醒过来。你没受伤吧？那个破系统没沉生电你吗？我没事，你这命硬的狗暴君都没死，我怎么可能有事？你不要命了，躺下！朕想好了，等朕伤好，便下旨册立你为大渊的皇后，这天下朕与你共享。臣妾多谢陛下厚爱，但臣妾不想困在四方天的后宫里，做那只依附帝王、天天盼着恩宠的金丝雀。你什么意思？皇后之位你都不要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这几天好好想过了，我想入朝为官。既然老天爷阴差阳错让我绑了这个帝王系统，那我就要用这一身才学辅佐陛下，造福天下。好一个不愿做金丝雀的宋之威！传旨，封宋之威为正3品中书舍人。这大渊的朝堂，朕许你进。陛下呀，女子为官，披祭司臣，这是违背祖制，要遭天谴的呀！宋之威乃是冷宫弃妃，如今不仅干政，竟还妄图窃取朝堂正3品之位。此等妖妃若是不除，臣的死不瞑目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以正报告。陛下，各位大人们已经在寝宫门口跪了快2个时辰了，一个个嗓子都哭哑了，说您要是不收回成命，他们就撞死在寝宫门前的柱子上。您看，要不什么？要不朕亲自送他们去见先皇？这帮倚老卖老的老匹夫，朕才刚给他们点好脸色，就敢跑来威胁朕了。再敢来打扰朕养伤，朕现在就去把他们全砍了！哎，陛下息怒，您忘了您现在的人设是爱民如民、虚心纳谏的贤者了吗？怎么动不动就拔剑？那就把他们通通赶出去，禁足，全部禁足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您把他们全禁足了，这满朝文武的活谁干？难道陛下想伤好了自己天天批1万份奏折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难不成真让朕收回旨意？陛下放心，臣妾既然敢接这个正3品的女官，自然有臣妾站稳脚跟的打算。你有什么打算？陛下，把国库钥匙借臣妾用用，我要查账。丁，天眼查账功能持续运转中。老娘上辈子考 CPA 都没这么拼过，这些贪官做账的技术连实习会计都不如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这死女人，说好要照顾朕，3天不见人影，朕这伤都快长蘑菇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朕还以为你死在户部的账本堆里了。陛下，臣妾干正事，您老在床上好好躺着养伤吧，别像个独守空房的深闺怨妇一样。你放肆！朕是搞定了，终于搞定了，累死老娘了。不过这把火绝对能把那些老匹夫烧得连灰都不剩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否极司臣，女子岂能立于朝堂之上？本官站在这，靠的是陛下的旨意和本官查账的本事。你若不服，有本事把国库的窟窿填平了再去跟陛下说啊！宋大人，你查了3天的账，查出什么花样来了？别是连算盘都打不明白吧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去年拨往北境的500万两军饷，账面上写着采买棉衣粮草，可实际上这笔钱在城外转了一圈，有300万两直接进了摄政王名下的地下黑钱庄。宋之为，摄政王如今不在京中，你竟敢在此血口喷人，污蔑摄政王！贪污300万两军饷，私屯兵马，这摄政王还真是不老实啊！我在这问问诸位，如此贪墨与造反何业？2位大人，证据确凿，你们若是还想替摄政王开脱，难不成是打算与他一起谋反？
本官警告你们，陛下虽然龙体抱恙，在卧床歇息，但这大渊的朝堂上还有本官在，谁也别想在底下搞小动作。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，本官都会一字不立的禀报陛下。退朝。这是做什么？宋大人，属下愿誓死效忠大人与陛下。啊，统领大人，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你本就是陛下身边最锋利的刀，现在说这样的话做什么？大人明鉴，属下本是太后多年前安插在陛下身边的死棋，但如今属下已被大人与陛下的仁政来时彻底折服，不愿再助纣为虐。这是太后私通摄政王、谋害先帝的核心铁证，属下愿以此做投名状。你既然敢把这东西拿出来，本官就暂且信你一次。随我去见陛下。朕最恨背叛！你这狗奴才潜伏在朕身边这么多年，还敢来求饶！陛下剑下留人，他要是真想害您，荒山山谷的时候您早死透了。他既然带着诚心来投名状，咱们直接砍了，岂不可惜？那你想如何？既然他是太后最信任的眼线，不如就让他继续做个双面间谍。你现在立刻去见太后，就说属下遵旨，定不履命。好个谢灵，好个宋之威，居然连账本都被他们翻出来了。哀家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太后娘娘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陛下今夜发难，先下手为强。去，请宋之威来，就说庆祝宋女官升职，哀家要设宴款待。这次的毒无色无味，宋之威，哀家就不信你活得过明日。舍人年纪轻轻便位列正三品，真是我大渊百年难遇的奇女子。哀家这杯酒可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你可千万要赏脸啊！叮咚，警告！检测到酒杯中含有高浓度致命毒素，孕妇大人有生命危险。他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朕替他喝。强制启动匹配无挡灾机制，系统能量骤降50%。宿主大大，你不要命了！老妖婆，你敢在酒里下毒，放肆！宋之威，你个贱婢，竟敢在慈宁宫撒野！哀家好心赐酒，你竟敢污蔑哀家下毒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？来人，把证据给这老妖婆呈上来！老妖婆，你私通摄政王，倒卖军饷，甚至当年谋害先帝，如今又暗中给陛下下毒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铁证如山，一派胡言！你们这是伪造罪证！安徽统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给哀家把这个妖妃就地格杀！你竟敢背叛哀我！哀家可是你的主子！属下是大渊的臣子，只忠于心系天下的明君，不忠于你这种祸国殃民的毒妇。传朕旨意，太后谋逆，剥夺一切尊号，即刻褫夺凤印，押往西山行宫软禁。无朕旨意，终生不得踏出行宫半步。谢灵，你这个冷血的怪物，你连亲生母亲都敢软禁，你活该这辈子断子绝孙，活该被天下人唾骂！你骨子里就是个只会杀人的恶鬼！谢灵，宋大人，陛下体内的余毒虽已压制，但这高烧来势汹汹，恐怕是心魔作祟呀。朕没有杀人。谢灵，我在呢，没事的。闭嘴！都给朕闭嘴！朕不是怪物！看，朕不是怪物！都给朕滚！这暴君做个噩梦都这么吓人，差点没把我掐死。谢灵，别怕，我在呢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我都帮你加倍讨回来，好不好？你乖一点。知伟，对不起。太好了，终于退烧了。你这命硬的家伙可算挺过来了。丁，别腻歪了，触发主线任务，解决摄政王谋反。谋反？摄政王什么时候来？
那个，如果不看错的话，就现在。陛下，宋大人，大事不好！摄政王打着清君侧、助妖妃的名后反了，3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，朝臣们吓得连家门都不敢出啊！3万精兵又如何？朕这就去斩了那个老匹夫的狗头！你都半残了，还去送人头？陛下且在宫中好好躺着，这一局我亲自去破。荒唐！大敌当前，陛下不亲自御驾亲征，竟派个后宫妇人上城墙送死！住口！宋大人乃正3品中书舍人，恩科主考。宋大人，城下那匹高头大马上坐着的，便是摄政王。本王还以为谢灵那黄口小儿有多大能耐，原来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裙摆底下的缩头乌龟。宋之明，你一介女流，难不成想用你那点狐媚手段来推本王这3万铁骑？老匹夫，姑奶奶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一箭双寒14州。这还算有几分当本系统宿主的样子。终极威压与音浪加成启动。城下的大渊将士们，都给本官竖起耳朵听好了！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清君侧，可你们知道你们的主子背地里干了什么肮脏勾当吗？你们在边关喝冷风、啃草茎的时候，这老匹夫私扣了你们整整300万两军饷，拿去养他的私兵，建他的地下黑钱庄。你们的父母妻儿在后方饿死冻死，他却在京城夜夜笙歌。如今他造反，更是拿你们这群普通士兵当替死鬼去填坑。你们还要为这种喝你们血、吃你们肉的国贼卖命吗？300万两！去年咱们营里冻死了几10个兄弟，王爷不是说朝廷没拨银子吗？那账本上有王府的私印，怪不得这老匹夫催着咱们攻城，原来是拿咱们当炮灰填坑。该死，这贱人的嘴怎么这么毒？若是再让他蛊惑下去，本王这3万精兵怕是要当场划船。妖女惑众，他的话你们也敢信？众将士听令，立刻攻口！先登城楼者，赏金1万两。我妖言惑众，那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？不要看，那是伪造的，那是妖女乱我军心的奸计。伪造的？若这是伪造的，那朝廷这几年批下去的数千万两军饷到底去了哪儿？你们的家乡为何至今还是饿殍遍地、哀鸿遍野？摄政王，你拿将士们的血汗钱填你造反的私欲，你不配为人！我娘就是上个月活活饿死的。不管这凭证是真是假，咱们老家的爹娘妻儿还是会饿死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说得对，我们不当炮灰了！废物，把他们全杀了！督战队何在？我们不打！撤兵，退后30里扎营。诸位，你做到了，朕的大渊有你，是朕的福气。丁，恭喜宿主凭借一己之力策反2000余名叛军，成功击退敌军。恭喜2位宿主兵不血刃，瓦解敌军。核心程序冲突，系统发生未知故障。这出场特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路神仙下凡来查违章建筑呢。检测到此方世界天象紊乱，引发系统严重错网漏洞。吾乃天界系统修复员，代号天道，今日特奉命前来纠正错误，清理违规数据。朕管你是个什么道，装神弄鬼，给朕滚下来回话！你既然是修复员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们被这破系统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你们天界办事处的飞鸽传书堵在半路了。少废话，本座现在给你们2个违规户主3个选择：其一，自愿解绑，本座将抹除你们所有记忆，重置时间线，让一切回到系统激活前的那一天。老娘好不容易从冷宫废妃一路卷到正3品大狱，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，你现在让我删档重来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其二，强行纠正路线，立刻完成原定任务。谢凛负责生下皇子，宋之宇负责登基并诛杀暴君，让朕生孩子，
这天界神仙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泔水吗？陛下，要不您委屈一下，我看您之前吐酸湖水的还挺熟练的，很有潜力。宋之威，你再敢笑一声试试！还有，你想谋权篡位？陛下舍不得杀我，我自然也舍不得杀陛下。第三，本座便将你们当场抹杀，魂飞魄散，错误成灰。我等第三个。冥顽不灵，那就连同这2个废弃系统一起回炉重造。谢灵，你疯了！敢动我宿主，你算哪块小饼干？我宿主只有我能接。天道又如何？今日这盘棋，我保他下完。弟兄，你个死面瘫，别挤我！你懂个屁治国！我家宿主都被我带成一代明君了，你还不快给我让点输出空间？闭嘴，你个废柴育儿机，总比你连个生孩子任务都完不成强，至今一个仔没下。那是宿主不行，关我什么事？他每天除了劈爪子就是瞪眼睛，我能怎么办？你们俩吵架能别带上朕吗？什么叫朕不行？宋之卫，你管管你的系统。陛下息怒，童言无忌，统言也无忌。王爷，这天象有异，莫不是上天降罚？降罚？这是天降吉兆，暴君倒行逆书，惹怒上苍，连老天都在帮本王。天意不可违，暴君气数已尽，今日就是本王黄袍加身之时。全军听令，准备攻城！将士们，天道都在帮我们。今日谁能拿下暴君的首级，本王封他万户侯。杀！宋之王，你给朕待在后面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众将士听令，今日退后半步者，斩！随朕把这群乱臣贼子杀回去！左路营别管天上打架的球了，去3队人把侧门堵死，弓箭手呈雁行阵，给我压制缺口。那个女人就是宋之源，杀了她，守军必乱。宋大人，小心背后！周恒，林一死哪儿去了？快叫军医过来！周恒，你给我把气喘匀了，我不批你的病假。大人，属下皮糙肉厚，死不了。您别管我，叛军攻势太猛，您快去指挥。2段残缺的底层代码，连自我修复机制都没有，也敢妄图逆天？绝对法则，封禁指令。是谁？放开我！我还没给我家宿主发放满月酒任务呢。聒噪！宋之威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。系统面板没了，那2个凡人的球被强制下线了。不仅下线了，连根网线都给我们拔了。陛下，恭喜你，现在你只是个纯粹的凡人了，没有了危机预判，没有了体质加成，现在真的只能靠自己了。没有外挂又如何？朕这几个月跟着宋之维学的最多的就是怎么当个人。北招的儿郎们听着，朕以前是个混蛋暴君，动不动就砍人脑袋，朕认。但今天，朕不退半步。朕的背后是京城100万百姓，是你们的爹娘妻儿。朕今日与北招共存亡，愿随朕护卫家人的，跟老子杀！这暴君总算有点人样了。没有天眼，那我就用这双肉眼，给你们下出一盘死局。传令，盾阵前压3步，长矛手准备，右翼放个缺口，把他们往死胡同里引。啊！谁让你们来的？给朕退回去！皇上都不怕死，我们也不怕，打死这帮坏人！
他的系统面板，去他的天命设定。原来这天下浩浩襄阳的民心，才是最硬核的外挂。一群手无寸铁的贱民也敢挡本王？废物！前面的都是废物！既然他们找死，本王就成全他们。铁骑巡听令，为本王亲自冲锋，踏平京城，鸡犬不留。果然，反派死于没有耐心。撤，退守内城。暴君没力气了，给本王冲进去，砍下他的脑袋！关门，打狗！乱臣贼子，今天朕就亲自给你办理物理退市手续。去死吧！摄政王不过如此。等着天下太平了，朕非得让他亲口承认，朕比那个沈燕比所有人强10000倍。这暴君打起架来还挺帅的。不对，我刚才在想什么？一群劣性 bug 居然靠着凡人的蛮力强行打破了本座的推演模型。既然逻辑无法表证，那就全部强行国力化。本座现在就回溯时间，让你们这群违规数据统统归零。朕的手怎么回事？我不能，谢灵，宋之威，抓紧我！不许忘，宋之威，朕命令你，不许把朕忘了！不准忘！朕给了你这么多好处，把你从冷宫拉出来，封你为女官。宋之威，你敢忘了朕试试？宿主明明是个脾气臭又傲娇的暴君，但你现在是个好皇帝了。我带出来的宿主，就算是天道，也休想动他一根头发。小多，你这废物系统居然还能爆种！宿主，我的能量耗尽了，以后没有我每天发任务，你不用被电击了，也不用吃酸梅甲孕了。小多，你给朕滚出来！朕还没嫌你吵，朕允许你再发布10个生孩子任务，你出来！答应我，连同我的份一起做个好人吧。小多，你给朕醒过来！推演错误，原来连天道也会算错。天道规则，如果规则是要抹杀这样的明君，那这破规则不守也罢。本系统今天也辞职不干了！放肆！区一个衍生系统，竟敢背叛本座，给我停下！宋之威，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宿主，也是最合格、最优秀的帝王。帝江，别哭，帝王流血不流泪。记住了，帝王从来不是天命所归，是民心所向。宋大人万岁！北校万岁！这不可能！一群连自我意识都不该有的底层 NPC，
凡人的意志怎么可能撼动底层代码？这就叫水能载舟，亦能掀翻你这破天道。你们高高在上太久，早忘了是谁在供养这个世界。打最终 BOSS 怎么能不带上阵？既然你们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们。谢灵，准备好大闹天宫了吗？朕连生孩子任务都敢接，还怕这装神弄鬼的玩意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符合底层逻辑！你们怎么可能？这就叫人定胜天。这也被打跑了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宋大人万岁！宋之远，你现在可真丑。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陛下。丑就丑吧，反正以后朕这双眼睛，除了你，谁也看不上我。没有系统天天在脑子里发神经，朕突然觉得这周围安静的有点不习惯。怎么，陛下这是受虐体质发作，还想体验一下吃酸梅吃到吐的运返日常？免了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还是留给下辈子的倒霉蛋吧。朕现在不是那个动辄砍人的暴君，你也不再是那个天天装死、随时准备跑路的狒狒了。你看，其实不用那些系统强制发布什么明君任务，只要给他们一条活路，这天下自己就会生生不息。宋之卫，这江山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。错，是我们和这天下百姓一起守下来的。管他是谁守下来的，现在这天下归百姓，而你归朕。那陛下以后要是再犯暴君的毛病，没有系统电击你，谁来管你？你呀，宋舍人，以后朕就交给你管了，终生制，不准辞职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赶紧干活！小多，死哪儿去了？又卡 bug 了？陛下，您这是在唤谁？是啊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没这破系统天天催生，朕终于能睡个清静觉了。没有倒计时，没有红光预警，没有电击惩罚，这日子过得简直像提前退休养老。宋舍人，习惯没有外挂的日子了吗？没人在我脑子里天天念叨君王论，我耳朵清静的很。倒是陛下，没吃酸梅，沃口可还好？朕沃口好得很，好到能一口吞了那些乱臣贼惰。斩！摄政王死了，哀家的母族全完了。谢令，宋之卫，哀家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陛下，摄政王虽已伏诛，但这些负逆之臣罪无可恕。臣请旨将这300余名从犯及家属全部株连九族，以儆效尤。臣以为不妥。宋大人，对叛贼仁慈，就是对北赵江山的残忍。你一介女流，莫要妇人之仁。妇人之仁，株连九族，少说也要杀上万人。刚刚经历过一场大乱，国库空虚，民生凋败。此时再大开杀戒，只会让百姓更加困苦，让朝廷失了民心。陛下，臣请旨，战后清算，只惩首恶，不搞株连。除了摄政王的心腹死党，其余被裹挟的将士与官员，只要上交贪墨之财，一律赦免死罪，发还家产，让他们戴罪立功，重修城防。宋大人此举乃是安抚人心的王道，臣附议。宋大人，
准奏，战后清算一事，全权交由中书自人宋之威督办。今天在朝堂上怼人的样子，颇有朕当年砍人时的几分风采。那还是比不上陛下。不过现在碍事的人都清理干净了，那些催命的系统也不在了。陛下，这千疮百孔的北昭，是时候来一场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翻修了。好啊，你想怎么修，朕给你搬砖。第30条，农税减免3年。第8条，肉刑和连坐全部废除。还有，科举名额给本官翻倍，寒门子弟的住宿费朝廷全包。盖好了，宋舍人还有吗？朕的手腕有点酸。有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北昭新律，从今日起，北昭全国开设女学，女子可科举入仕，可出任官职，可独立分户立女户。我们可以分户，我们可以当家了。我们能自己当家了。宋大千岁，请天千岁！都给朕喝慢点儿，别呛着。那个谁，小豆子，你拿碗的姿势不对，要托住碗底。笨手笨脚。陛下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可是大不敬啊！闭嘴！前朝有宋之威盯着，朕闲得骨头都快生锈了。朕这是在体察民情。来，今天朕教你们怎么给婴儿换尿布，都给朕看仔细了。看清楚了，拍奶头，手掌要呈空心状，从下往上轻轻拍。还有这个尿布，包的时候千万别勒着肚子，要留出2指的空隙。谁要是敢包紧了，朕砍了他的脑袋！呦喂，堂堂95之尊，当年杀人不眨眼的暴君，现在居然在这里教人折内部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前朝那些老古董还不得排着队去撞太和殿的珠子？他们懂个屁！这可是朕在育儿幻境里拿命换来的手艺。宋舍日，你要不要也来学2手？以后用得着。免了，你那镇堂之宝丑得我眼睛疼，简直没眼看。我还是回去批我的奏折吧。宋之威的声望越来越高了，如今民间只知有宋大人，不知有陛下。长此以往，大权旁落，否极四周啊！陛下被那妖女蛊惑，沉迷于后宫那什么荒唐的育儿亭，简直是玩物丧志。必须想个办法离间他们君臣，天下绝不能落入一个女人手里。陛下，宋之威揽权乱政，如今民间只知宋大人，不知陛下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呀！请陛下收回他手中相权，以正朝纲。一派胡言！宋大人推行新律，轻徭薄赋，天下归心，反倒是你们这些世家旧族，抱着祖宗规矩吸百姓的血。黄口小儿，大同岂能落入外姓女人之手？不如效仿前朝，2圣临朝，共治天下。2圣临朝，那个曾经在冷宫里连命都保不住的废妃，如今已经长成了能翱翔9天的鹰。可这天下，终究只能有一个主人。陛下，3朝老老张阁老联合了6部尚书和1半的朝臣，递了这封折子。什么折子把你吓成这样？呈上来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这帮老狐狸，看宋之威势大，便想着把朕踹下台，去抱新主子的大腿。既然你们想玩，朕就陪你们玩一局大的。朕倒要看看，这朝堂上到底有几个人是真心向着他的，又有几个人是在借机生事。禅位，好一个顺应天命民心！陛下息怒，臣等也是为了北昭江山。为了江山，我看你们是为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。女子干政乃是亡国之兆，朕前段日子是太给你们脸了，让你们忘了朕这把剑是怎么饮血的。谁再敢提半句禅位，朕诛他9族。谢礼，你连伪装都不愿意了吗？原来一旦触及到皇权，你还是那个随时会举起屠刀的暴君。
朕看你们不是想顺应民心，而是想借刀杀人，挑起内乱，好让你们这些世家旧族重新掌权。禁军何在？把张阁老和这奏折上署名的带头官员，通通给朕拖下去，扒了官府，打入死牢。陛下饶命，朕冤枉啊！女子干政祸乱朝纲，从今日起，宋智慧交出钟书胜所有印饰，禁足府中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踏出府门半步。臣遵旨。谢灵，你终究是还是放不下你的皇权。这破朝堂，老娘不伺候了。宋大人，这是要去哪儿？辞官回乡。你疯了吗？你以为陛下真的变回暴君了？沈大人如果是来替那个暴君当说客的，大可不必。我赶着回乡下种田，没空听他画大饼。宋大人平时800个心眼子，怎么一遇上陛下的事，大脑就直接宕机了？你聪明一世，怎么在此事上糊涂了？你且动动脑子，陛下若真的变回暴君，以他当年动辄砍人脑袋的手段，你今日安能全虚全伪地走出这宫门半步？他在朝堂上大发雷霆，夺你印饰，甚至还拔了尚方宝剑，演技堪称浮夸。这不过是在帮你把那些顽固不化的旧势力一网打尽罢了。好个谢灵，他居然敢拿我当诱饵钓鱼，赤丝没系统了，演技怎么反倒飙升了？娘娘这一出宫，以后离心的消息传出去，那些隐藏在暗处想害你的世家余孽，可就全都按耐不住要咬钩了。宋之岳，你也有今天！没了陛下的庇护，你这个妄图否极失臣的妖女，今日你逃不掉了！你们这些反派，每次出场的台词就不能更新一下词库吗？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上！乱刀砍死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陛下有旨，只要你们这帮地沟里的老鼠敢露头，就让兄弟们送你们雾里撬肚！朕来接你回宫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扬言要诛我9族、动辄拔剑砍人的暴君陛下吗？怎么，戏演完了？不演的逼真点，怎么能把那些躲在暗处想对你不利的沙子一网打尽？现在你称帝路上的绊脚石，朕已经全部替你踢碎了。走吧，宋舍人，这北朝的天下还等着你回去翻修呢。起驾，回宫。这。紫薇，你看，朕答应过你的，这天下是你的了。谢灵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皇权，是无数人杀的血流成河都想要的东西，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送我了？皇权算个屁！这几个月朕算看明白了，这皇帝谁爱当谁当，天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批不完的折子，听不完的谏言，朕早就烦了。宋之妹，这天下唯有你能给万民真正的盛世，而朕以后就勉为其难的吃点软饭，做你后宫里最得宠的皇夫吧。谢灵，你少在这儿偷换概念，你这分明就是嫌批之约太累，想偷懒不想干活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宋哲人，朕这叫退位让贤，给你广阔的施展空间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想吃软饭？行啊，以后后宫里育儿堂的那些小萝卜头全都归你带，尿布洗不干净，我就扣你月钱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中书现代人宋之威德才兼备，功在社稷。朕决意禅位于宋之威，则即日举行登基大典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把江山禅位给一个女人，他谢灵简直是疯了。江山姓谢，绝不能落入一个外姓女人的手里。谢灵昏庸，宋氏妖妇乱政。本王今日起兵，清君侧，诛妖妇，复我大昭正统。宋大人，北方藩王纠集了10万大军，连克3座城池啊！要不登基大典先缓一缓？是啊，他们打的是谢氏正统的旗号，师出有名。咱们现在若是强行镇压，恐怕会惹得天下宗室暴动啊！缓！他们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让我缓？他们要谢氏正统，老娘就给他们送一口谢氏正统的棺材。传我军令，点兵5万，本官要亲自挂帅出征，去北方扒了他们的皮。宋元帅，末将谢灵愿做您的先锋大将。元帅指哪儿，末将的枪就捅哪儿。报，王爷，朝廷大军杀到关口了，敌军先锋大将是谢林。放屁！他被妖妇软禁胁迫了。再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，仔细你的脑袋！替身，绝对是妖妇找的替身。谢灵一个皇帝，怎么可能当先锋出面？管他是本尊还是替身，擂鼓迎敌！本王还以为本王看错了。谢灵啊谢灵，你堂堂95之尊，不穿龙袍穿黑甲，居然跑到阵前给一个女人当开路狗！什么谢氏正统？我看他就是被那妖妇吸干了骨髓，甘愿做人家的群下臣了。哼，简直丢尽了咱们谢氏先祖的颜面。群下臣怎么了？朕乐意。宋元帅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，能让这天下海清河晏，朕给他当先锋，那是朕的荣幸。你们这群打着祖宗旗号趴在百姓身上吸血的蛀虫，也配跟朕谈颜面？冥顽不灵！既然你执意要护着那个妖妇，本王今日就替谢氏列祖列宗清理门户，全军出击，给我踏平他们！迎敌！将士们，给我活捉那个妖妇！一介妇人，否极邪臣，居然还敢妄想登基称帝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！倘我者死！快，给我拦住这疯子！朕的女人，也是你能骂的？我也没了，快跑啊！侍卫！还好没伤着你。谢灵！元帅，谢将军他中毒太深，加上连日疲劳，这烧若是今晚退不下去，恐怕……没有恐怕，他若是出事，我掀了你的太医院，滚出去熬药！谢灵，你这个疯子，你不是暴君吗？不是最惜命的吗？谁让你来给我挡枪的？别哭！谢灵，我在这儿。娃不哭，爹在。小多，快把那酸梅汤端过来，别让娃哭了。他娘在匹奏城，
不能吵他。这狗男人，居然以为自己还在育儿幻境里带孩子，甚至还惦记着怕吵到我批造章。你个傻子，系统早就没了，哪来的酸梅汤啊？伤口还是好痛，幸好烧已经退了。这是他的心血，系统明明已经灰飞烟灭了，朕怎么还能感知到他的情绪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？你心里在骂我喝药像小孩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感觉到你现在很开心我醒了。这破系统，临走前还算干了件人事。宋之威，天命不可信，人心不可违。你能走到今天，证明民心重于天命。你是这天下最合格的统治者。那面谈说什么了？是不是给你留了国库的隐藏密码？他可比你有觉悟，他承认了，我是这天下最合格的统治者。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。那咱们赶紧回京登基，赶紧把流程走了，我好早点转胜当皇夫。好，谢礼，我们回家。宋大人千岁！宋大人登基，北朝不能没有您！听见没？这叫民意逼宫。这女帝，你今天是不当也得当了。请宋大人顺应民心，早正大位。丽江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天下，我接吻了。尝尝。太后那老妖婆私藏的百年佳酿，我走后门从国库里顺出来的。你现在这做派，越来越像个山大王了。堂堂前朝皇帝，半夜带着准女帝上房接义。宋之威，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那些老古董的唾沫星子淹死我，还是怕这天下人说我脾气私沉？都不是，朕是怕你以后忙着批战折，没空搭理我这个吃软饭的皇夫。少在这儿贫嘴。谢令，把这万里江山交给我，你真的不后悔？比起做那个高处不胜寒，每天只能靠杀人来麻痹自己的孤独暴君，我更愿意做你的后盾，守着你，守着这天下苍生。当然，还有个副业。什么副业？管理咱们后宫的育儿堂啊。小多虽然不在了，但我那手冯丑杜倒的非遗手艺可不能失传。你就这点出息？臣等恳请宋大人顺应天命，惩戒大统，登基即位。恳请宋大人登基即位。宋大人，这是属下耗时数月，根据您之前的变法蓝图，重新丈量绘制的新朝疆域图，请您过目。本官准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臣谢礼，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自今日起，朕即为北昭女帝，改元开元。传朕旨意，下发3道诏书：其一，封谢岭为北昭皇夫，位同皇后，拥有协理朝政、领兵出征之权；其二，正式开女科，设女官，女子与男子同堂科考，同朝为官；其三，
大赦天下，减免全国赋税3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这皇夫挟朝政的权利，是不是也包括后宫的事务？你想干嘛？那朕……哦不，那臣这皇夫能不能管管后宫的育儿堂？臣那缝肚兜的手艺可不能生乎了。你想都别想，堂堂皇夫去教人缝尿布，你不要脸，朕还要呢。哼，宿主，这次看在你当了个好皇帝的份上，我下辈子要投胎做你和宋之威的孩子，你到时候可得天天给我扎小便，不然我就天天哭给你看。这破系统连投胎都要发布任务。宋之威，祝你走好这条独属于你的帝王之路，民心所向，无往不利。启奏陛下，北方边疆安宁，户市已开，边境百姓安居乐业。启奏陛下，江南风调雨顺，今年秋收鱼米丰丰，国库充盈。哟，累了吧？喝口甜汤润润嗓子，刚从冰窖里拿下来的。小多啊，小多，当年你在朕脑子里嚷嚷着投胎当朕和智威的儿子，这都整整1年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朕连奶瓶、拨浪鼓，还有给你扎辫子的红绳都准备好了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！堂堂皇夫，大白天不干正事，躲在这里偷懒。御书房桌上还有3尺高的奏折没批完，赶紧滚回去，先把奏折给朕批完再说。遵旨，遵旨。微臣这就去给陛下当免费劳动力。最好的帝王系统，是一颗想要守护天下的心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活在盛世里。